大家好，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角，身价高的连数钱的时间都得排进行事历，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他的日子竟然跟隔壁大婶有点像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，连1000亿美元都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？这背后是一种奇怪的节俭，还是超高段位的算盘？故事要从一栋灰灰旧旧的房子讲起。在美国奥马哈市的一个不起眼的街角，有一间面积6500平方英尺的老宅，灰泥砖地，看起来像是美式民宿还打折的那种。但你知道吗？它的主人竟然是传说当中的股神华伦·巴菲特。这栋房子是他在1958年的时候花了31500美元买下来的，用现在的台币算，大概也就是92万左右，买不到台北的一个车位。而这样一个1000亿身价的投资奇才，竟然一住就是65年，你说他不会是房贷缴不起来吧？不但不是，他根本现金买断。重点是，他还对这栋房子深情告白说：“这是我第3聪明的投资，第1跟第2是什么？老婆跟可口可乐吗？”他为什么对这间老房子情有独钟？说穿了，其实跟房价涨不涨，是不是文青风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的理由比你想象的还悬，5分钟的车程到办公室，连司机都不用请，他走路去也行，省油省碳省人生。你以为他是帮地球减碳？不，他是帮自己减烦。而这间房子呢，现在估值已经飙升到大概134万至150万美元，账面报酬超过4700%。不过巴菲特说这些都不重要，他真正看重的是，我不觉得10栋房子能让我更快乐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们拼命的换装潢、装冷气、打卡拍照，他却说是你被财务拥有，不是你拥有财务。这句话讲得好像很玄，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选择。当年年轻的巴菲特其实也曾考虑过是不是该买房，而他跟老婆讨论之后，决定先把钱拿去投资，不是因为穷，是因为聪明。等到能够完全没有压力的买，再出手。你说这不是股神，那是谁呢？这样的思维也延续到他日常的生活当中。他说：“我不认为一顿价值100美元的晚餐比麦当劳的双层牛肉堡更让我开心。”真的假的？他不是连苹果股票都买了好几十亿吗？怎么吃的还是吃快餐呢？重点来了，他不是不花钱，而是只花在值得的地方。很多亿万富翁喜欢在世界各地买别墅、包私人飞机，他都没有兴趣。他觉得拥有不应该成为负担，投资不该成为压力。这句话你想想，多有哲学味。在全球通胀乱窜、利率上升、股市忽冷忽热的年代，大家都怕投资，怕亏钱，怕错过。但巴菲特说，他专注的是价值，是长期报酬，这才是真正的投资。不只是买股票，是买一种生活的方式。今天的他可能还是坐在那一栋灰灰的老宅里面，喝着可口可乐，配上一个双层的牛肉堡。不为什么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富足。说穿了，这不是节俭，不是节省，是选择什么值得你拥有，什么值得你放手。来一首古诗，把这一段故事收个尾。1000亿长富不长身，老屋灰墙最安心。真意非关金与瓦，心宽方得乐天真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这一段看似朴素，其实藏着智慧的故事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，开启小铃铛，才能第一时间接收我们的新视频哟。我们下集会有更精彩的内容，从股神老宅一直说到现代人生选择的各种吊诡，错过会遗憾哦。我是阿峰，祝大家赚得多，花得巧，心情更美妙。我们下次见。